日本人长寿的秘密竟是锌。这4种食物天天吃，60岁看起来像40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全世界科学家都头疼的问题：日本人到底为什么活那么久？你可能会说，因为他们吃鱼啊，吃海鲜啊，生活压力管理得好啊。可当科学家们一层层拨开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日本饮食深处的极其微小却又极其强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什么昂贵的药物，不是什么神秘的修炼法门，而是一种你身体里只需要大约2到3克的微量元素。没错，就是锌。你没听错，锌。元素周期表上排第30号，原子量 65.38， 一种灰白色的金属。你可能在中学化学课上学过它，然后就再也没想起来过。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日本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追踪研究以后，忽然意识到它可能就是日本人长寿密码里最被低估的那把钥匙。先说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女性平均寿命曾超过87岁，男性也超过81岁，而且不只是活得久，他们还活得好。你去日本街头看看，70多岁的老太太穿着整洁优雅的去逛百货公司，80多岁的老先生每天早起做体操，然后步行去菜市场。这不是个例，这是常态。你再看看冲绳，那个被称为长寿之岛的地方，100岁老人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好几倍。他们不是躺在床上靠呼吸器维持生命，而是自己种菜，自己做饭，有些甚至还在教当地小朋友唱歌跳舞。所以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同？2017年，日本一项大规模的营养研究分析了超过 2.8 万名日本人的头发样本，测量他们体内的锌浓度。结果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人的锌含量会逐渐下降，在70到80岁之间降到最低。但是那些活到90岁以上的长寿者，他们的锌含量反而没有那么低。换句话说，能活到90岁以上的人，锌的水平往往维持得相当不错。研究者们小心翼翼地得出结论，锌可能是实现健康长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等一下，这逻辑对吗？是不是因为他们身体好，所以锌含量高，而不是因为锌含量高，所以身体好？好问题。所以让我们继续深挖。2022年，京都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篇关于锌吸收机制的综合论文。他们分析了日本人群的血清锌浓度数据后指出，60岁以上的日本人中，大约有 40% 的人处于低锌状态。 40%， 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日本老年人其实都缺锌。但与此同时，那些锌水平维持良好的老年人不仅长寿，而且慢性病的发生率也明显更低。研究者因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锌或许不只是健康的结果，更可能是健康的原因。那锌到底在我们身体里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微量的东西却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好，这就是今天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了。系好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看待衰老这件事的方式。首先，锌是你身体里超过300种酵素反应的核心参与者。什么概念？你的身体每1秒钟都在进行数以亿计的化学反应，而其中至少300种关键反应，少了锌就会停摆。DNA 的合成需要锌，蛋白质的制造需要锌，细胞的分裂需要锌，免疫系统的调节需要锌，甚至你能尝出食物的味道，闻到花香的气味都需要锌。可以说，锌虽然微量，但它是你整个身体运作系统的隐形总管。更夸张的是，锌和你皮肤的关系。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60岁了，皮肤还像40岁一样紧实有光泽吗？答案的一大关键就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维持皮肤弹性和紧致度的结构蛋白，它就像一张细密的网，撑住你的脸，不让它往下垮。随着年龄增长，胶原蛋白的生产会减少，皮肤就开始松弛，出现皱纹。而锌恰恰就是胶原蛋白合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没有足够的锌，你的身体就造不出足够的胶原蛋白，皮肤老化就会加速。不仅如此，锌还是一个强大的抗氧化战士。你一定听说过自由基这个词吧？
自由基就是身体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分子，它们会攻击你的细胞，破坏你的 DNA， 加速衰老。紫外线、空气污染、熬夜、压力，这些都会增加自由基的产生，而锌能够帮助你的身体组建抗氧化防线，清除这些捣蛋鬼，保护细胞不受损害。所以你想想，一个锌充足的人，他的细胞每天受到的攻击更少，修复速度更快，自然就老得更慢。但这还不是最令人兴奋的发现。2023年，日本弘前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一项让整个抗衰老领域为之振奋的研究。他们分析了1064名日本受试者的血液样本，重点测量了2个指标，一个是血清锌浓度，另一个是端粒长度。端粒是什么？这可能是今天你需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一个词。端粒就是你染色体末端的一小段保护性结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鞋带末端的那个塑胶小帽子。每次细胞分裂的时候，端粒就会稍微缩短一点。当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细胞就不能再分裂了，它就会衰老、死亡。所以端粒的长度，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了你的生物年龄。端粒越长，你的细胞越年轻；端粒越短，你就越老。弘前大学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发现血清锌浓度越高的人，端粒就越长，而且这个关联在统计学上非常显著。换句话说，锌可能真的在保护你的端粒，延缓你细胞层面的衰老。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如果锌真的能帮助维持端粒长度，那它做的事情就不只是让你皮肤好看一点，而是从最根本的细胞层面，让你的整个身体更年轻。你60岁的身体，可能在细胞层面只有40几岁。这不是什么科幻电影的情节，这是实实在在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结果。好，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开始紧张了。你在想，我是不是缺锌？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去买锌片来吃？先别急，在你冲去药局之前，让我告诉你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情。日本人之所以锌状况相对比较好，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吃补充剂，而是因为他们的传统饮食里天然就含有大量的锌，而且不是随便什么食物，而是4种特别关键的食物，它们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日本家庭的餐桌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认识这4位抗老战士。第1位，牡蛎。日本人对牡蛎的热爱简直到了一种近乎信仰的程度。广岛的牡蛎、北海道的牡蛎、宫城的牡蛎，每个产地都有自己始终的拥护者。日本每年消费的牡蛎数量惊人，无论是生食、炭烤、油炸，还是做成牡蛎锅，牡蛎在日本料理中的地位就像白饭一样稳固。那牡蛎的锌含量到底有多高？答案是高的离谱。每100克的新鲜牡蛎含有大约10到15毫克的锌，而如果是牡蛎干，这个数字更是飙升到31毫克以上。要知道，成年男性每天建议的锌摄取量大概是10到15毫克，女性是8到12毫克。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吃大约10到12颗小牡蛎，就能满足一天的锌需求量，就这么简单。但牡蛎的神奇之处不只是锌含量高，它还富含优质蛋白质、铁质、维生素 B12、牛磺酸，以及一种对大脑发育极为重要的脂肪酸 DHA。更妙的是，牡蛎的热量极低，每100克只有大约50大卡，脂肪含量仅1克左右，胆固醇也远低于其他海产。所以它不仅是一个补锌炸弹，还是一个营养密度极高，却不会让你发胖的超级食物。日本人有一句老话叫做海のミルク，就是海里的牛奶，说的就是牡蛎。你想想，牛奶是陆地上最完美的营养品之一，而牡蛎就是海洋版的牛奶。日本人从古代就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背后的原因就是锌。有趣的是，日本的长寿地区，比如冲绳和广岛周边，恰好都是牡蛎的主要产地。巧合吗？也许不完全是。第2位，纳豆。如果说牡蛎是海洋的礼物，那纳豆就是大地的馈赠，而且是一份让很多外国人闻风丧胆的馈赠。没错，纳豆那种黏糊糊、拉着长丝，闻起来像穿了3天没洗的袜子的质感，确实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但日本人不管，他们从小吃到大，早餐配白饭吃1碗纳豆，那是最基本的国民饮食。
纳豆是把黄豆用纳豆菌发酵而成的食品，这个发酵过程非常关键，因为黄豆本身虽然含有锌，但同时也含有一种叫做肌醇六磷酸的物质，也就是植酸。植酸会抑制锌的吸收，让你吃了等于白吃。但是经过发酵以后，植酸被大幅分解，锌的生物利用率就大大提高了。换句话说，同样是黄豆，你吃普通豆腐能吸收的锌可能还不到吃纳豆的一半。每100克的纳豆大约含有3毫克的锌，看起来好像不算特别多，对不对？但重点不在绝对数字，而在于2个关键因素。第一，纳豆的锌吸收率极高，远超过一般植物性食物。第二，日本人几乎每天都吃纳豆，每天365天，年复一年。这种持续稳定的微量补充，累积起来的效果是惊人的。而且纳豆的好处远不止锌，它含有一种叫做纳豆激酶的特殊酵素，这种酵素具有溶解血栓的能力，对心血管健康有很大的帮助。日本的一些医学研究发现，经常食用纳豆的人，中风和心脏病的发生率明显较低。此外，纳豆还富含维生素 K2， 这种维生素能帮助钙质沉积到骨骼，而不是血管壁上，对预防骨质疏松和动脉硬化都有好处。更让人惊讶的是，最近日本的营养管理师菊池真由子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说，鸡蛋和纳豆是最强逆龄组合。为什么？因为鸡蛋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而纳豆不仅含锌，还有独特的发酵营养素。两者搭配在一起，能够启动细胞的回春模式，从抗血栓到促进新陈代谢，双管齐下。日本人早餐最经典的搭配之一，就是1碗白饭、1份纳豆、1颗生鸡蛋。看似简单粗暴，实则暗藏玄机。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那些日本老人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20岁，不是靠什么昂贵的护肤品，也不是靠医美手术，而是靠这种你可能嫌弃的黏糊糊的东西，日复一日的悄悄修复着他们的身体。第3位，海苔。你一定吃过寿司吧？寿司外面那层黑黑薄薄的东西就是海苔。日本人对海苔的消耗量在全世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不只是寿司，他们把海苔做成零食、拌饭、调味料、味噌汤的配料、饭团的外衣。在日本的超市里，海苔的种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有原味的，有加了芝麻的，有调味酱油的，有做成脆片的。可以说，日本人一天不吃海苔，就像中国人一天不喝热水一样不自在。海苔的锌含量有多高？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食品成分表，每100克的干海苔含有大约3到4毫克的锌。当然，你不太可能一次吃100克的干海苔，但关键在于，日本人是把海苔当成日常调味品来使用的，每一餐撒一点，每一天累积一点。加上海苔还含有丰富的碘、铁、钙、镁以及维生素 A 和 C， 它的营养密度之高，简直就是大海浓缩出来的维他命片。而且海苔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优点，它几乎不含脂肪和热量，所以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不用担心长胖。对于那些想要补锌又怕摄入过多热量的人来说，海苔简直就是完美的解决方案。更有意思的是，海苔中的锌和其他矿物质的比例非常接近人体的需求比例，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补充剂那样可能造成矿物质之间的失衡，你的身体能够很和谐地吸收海苔中的各种营养素，而不会出现补了锌却抢走了铜，或者补了铁却影响了锌吸收的尴尬情况。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它早就把最完美的配方写在了海洋里。日本长寿地区冲绳的饮食中，海苔和海带等海藻类食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冲绳人甚至有一道传统菜叫做海葡萄，就是一种长得像小葡萄串的绿色海藻，口感在舌尖爆开，清爽又鲜美。研究冲绳饮食的学者们发现，冲绳人之所以特别长寿，跟他们大量摄入海藻类食品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海藻类食品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含有丰富的锌和其他微量元素。第4位，青鱼。在日本，青鱼的地位非常特殊，它是一种价格亲民，到处都买得到的鱼，但营养价值却高得出奇。
日本的超市、便利商店、居酒屋、定食屋，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找不到青鱼的身影。烤青鱼、味噌煮青鱼、醋制青鱼、青鱼罐头，花样繁多。日本人甚至有一句俗语叫 Akisawa wa yome ni kuwasu na， 意思是秋天的青鱼不要给媳妇吃，倒不是歧视媳妇，而是因为秋天的青鱼太好吃了，好吃到要自己偷偷留着吃。虽然这句话在现代看来有点不太恰当，但足以说明青鱼在日本饮食文化中的崇高地位。青鱼的锌含量大约是每100克1到2毫克，乍看之下似乎不算特别突出，但别忘了，青鱼的真正杀手锏不只是锌，而是它和锌之间的协同效应。青鱼含有极为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包括 EPA 和 DHA， 这2种脂肪酸是出了名的抗炎圣品，它们能够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保护心脏和大脑。这跟锌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科学研究表明，锌和 Omega-3 脂肪酸在抗炎这件事上是互相加持的。锌帮助调节免疫系统，减少慢性发炎。Omega-3 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直接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两者搭配在一起，就像一支军队的2个兵种，从不同方向夹击敌人，效果远比单打独斗要强大得多。而慢性发炎正是现代医学认为的几乎所有老年疾病的共同根源，无论是心脏病、糖尿病、阿兹海默症还是癌症，它们的背后都有慢性发炎的影子。所以当你同时摄入锌和 Omega-3 的时候，你等于是在从根源上对抗衰老。更妙的是，青鱼中的动物性蛋白质还能促进锌的吸收。植物性食物中的锌往往受到植酸和纤维的干扰，吸收率打折扣。但当你和动物性蛋白质一起摄入的时候，锌的吸收率会显著提高。所以吃青鱼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帮你解决了锌吸收难的问题。日本人的传统定食里，经常是1碗米饭、1块烤青鱼、1碗味噌汤，里面飘着豆腐和海带，再加1小碟腌菜。看似平淡无奇，但你仔细算算，米饭提供基础锌，青鱼提供锌加 Omega，3 加蛋白质促吸收，味噌汤的豆腐来自大豆也含锌，海带是海藻类矿物质宝库。这一顿饭就是一个精密的锌补充系统。日本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家常菜，竟然是一套经过大自然千万年验证的抗衰老配方。好了，4位抗老战士我们都认识了，牡蛎、纳豆、海苔、青鱼。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为什么锌能保护端粒？它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前面提到的弘前大学研究发现，锌能保护端粒长度，但保护的方式是什么？科学家们目前认为，最主要的机制是抗氧化保护。你要知道，端粒的结构是由重复的 TTAGG 序列组成的 DNA 片段，这些片段特别容易受到氧化损伤。为什么？因为鸟嘌呤，也就是那个 G， 在所有的 DNA 碱基中是最容易被氧化的，而端粒恰好含有大量的鸟嘌呤重复序列，这使得它成为自由基攻击的首选目标。更糟糕的是，和基因组的其他部分不同，端粒的 DNA 损伤修复效率比较低，因为端粒末端有一个叫做庇护蛋白复合体的结构，它的作用是防止细胞把端粒末端误认为 DNA 断裂而启动错误的修复程序。但这个保护机制的副作用就是，正常的 DNA 修复工具也很难接近端粒，所以一旦端粒受到氧化损伤，修复起来就特别困难。而锌恰好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锌是多种抗氧化酵素的辅因子，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这些酵素能够在自由基还没来得及攻击端粒之前就把它们清除掉，等于是在端粒周围架起了一道防护罩。不仅如此，锌还直接参与 DNA 的合成和修复过程。当细胞分裂、端粒复制的时候，如果有足够的锌，整个过程就能更精确、更顺利的完成，端粒的磨损也会更少。反之，如果缺锌，端粒复制过程中就更容易出错，加速缩短。美国一项针对近4000名成年人的大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流行病学证据。每增加5毫克的膳食锌摄取量，
端粒长度就有显著的增加，而且这个效果在女性和老年人身上尤其明显。所以让我们把整个逻辑串起来，日本人从小就吃大量含锌的传统食物，这些锌进入体内后，一方面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让皮肤保持年轻紧致，另一方面构建抗氧化防线，保护端粒不被自由基侵蚀，同时还参与数百种酵素反应，维持免疫系统、新陈代谢、DNA 修复等基本生理功能的正常运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种微量但持续的营养支持，让日本人的细胞从根本上老化得更慢，所以他们不只是看起来年轻，而是真的从细胞层面就比同龄人年轻。2024年，日本全国性的医疗数据库分析了超过 1.3 万名患者的血清锌浓度，结果再次确认年龄增长与锌缺乏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同时研究还发现，锌缺乏与慢性肾脏病、糖尿病、贫血、骨质疏松等多种老年常见疾病都有密切关联。而日本临床营养学会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锌缺乏症的实用指南，明确指出锌补充对于改善味觉障碍、肝硬化、发炎性肠道疾病等都有明确的疗效。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警告，补锌并不是越多越好。很多人一听到锌能抗老，第一反应就是去买高剂量的锌补充剂猛灌，千万别这样做。过量摄入锌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更严重的是锌过量会干扰铜的吸收，导致铜缺乏，反而引发新的健康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建议的每日锌摄取量是男性10毫克，女性8毫克，而实际上日本人的平均摄取量分别只有 8.9 毫克和 7.3 毫克。也就是说，连日本人自己都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达标。所以最理想的补锌方式不是靠药片，而是靠食物，而且是靠那种你可以每天吃、常年吃、吃到老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传统饮食如此珍贵，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排毒计划，也不是一个7天见效的超级食谱，而是一套经过数百年实践，被一个长寿民族验证有效的日常饮食模式。让我们再看一个有趣的角度。2024年，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团队用果蝇做了一项非常有启发性的实验。他们测试了限制各种微量营养素对果蝇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所有被测试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中，只有锌的适度限制能够延长果蝇的寿命。注意，是适度限制，不是完全缺乏，也不是过量摄入。这暗示着一个非常精妙的道理，锌的摄入需要恰到好处，太少了，身体各项功能受损，加速衰老；太多了，可能引发其他问题。而日本传统饮食中的锌摄入量恰好就落在这个黄金区间里，不是猛补，而是细水长流；不是靠一种超级食物，而是靠多种含锌食物的搭配；不是今天吃明天停，而是融入每一天的三餐之中。这就是日本饮食的智慧，也是他们长寿的秘密之一。说到这里，让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是日本？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自然而然地发展出这种高锌饮食模式？答案可能跟日本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海洋资源极其丰富，牡蛎、海苔、各种鱼类，这些都是海洋的产物。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就依赖海洋为生，他们的饮食结构天然就偏向海产，而海产类食物恰好就是锌含量最高、吸收率最好的食物类别。再加上日本特殊的发酵饮食文化，纳豆、味噌、酱油、渍物，日本人的餐桌上到处都是发酵食品。而发酵过程不仅能增加食物的风味，还能分解植酸等抗营养因子，提高矿物质的吸收率。所以日本人不仅吃进了更多的锌，还比其他民族更有效率地吸收了这些锌。这真的是一种美丽的巧合吗？还是说千百年来的自然选择和饮食智慧早就悄悄地为日本人编织了一张长寿的保护网？最后，让我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如果你想要学习日本人的新式长寿法，你不需要移居日本，也不需要每天吃寿司，你只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每周至少吃2到3次含锌丰富的海鲜，尤其是牡蛎和各种贝类。如果你不方便买到新鲜的罐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尝试把发酵食品加入你的日常饮食。如果你实在接受不了纳豆的口感和味道，那味噌汤也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味噌同样是发酵大豆制品，含锌且吸收率高。第三，把海苔当成日常调味品来使用。你可以撕碎了撒在饭上，加在汤里，或者直接当零食吃。第四，每周至少吃2次鱼，尤其是青鱼、秋刀鱼、沙丁鱼这类 Omega-3 含量高的青贝鱼。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持之以恒，不要指望吃了1周就能逆龄10岁。日本人的长寿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饮食习惯累积出来的。你今天开始改变，也许要5年、10年以后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但相信我，你50岁的时候回头看，一定会感谢今天的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活那么久？答案当然不只是锌，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医疗体系、运动习惯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如果要从千百种因素中挑出一个最被低估、最容易被忽略，却又最容易被每个人学习的，那一定就是锌。因为锌不需要你做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它不需要你每天跑10公里，不需要你冥想打坐，不需要你花大钱买保健品，它只需要你在每一天的餐桌上多放1碗味噌汤，多加几片海苔，多吃几口鱼，就这么简单，就这么朴素，就这么不起眼。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东西，在你的身体里默默地修复着每一个受损的细胞，默默地保护着每一条端粒，默默地合成着让你皮肤紧致的胶原蛋白，默默地清除着那些想要摧毁你的自由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当你的同龄人开始抱怨腰酸背痛、皮肤粗糙、记忆力下降的时候，你却依然精神奕奕、容光焕发。然后他们会问你，你到底是怎么保养的？而你只需要微微一笑，告诉他们，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每天多吃了一点锌而已。2025年，全球有超过20亿人处于锌缺乏的状态。在已开发国家里，这个问题同样严重，只是被更容易引起关注的疾病遮盖了。我们忙着对抗癌症、糖尿病、心脏病，却忘了很多时候，最好的防御就是最基本的营养。日本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用他们的饮食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长寿不在远方，就在你每天端起的那碗饭里。而那碗饭里最不起眼的那个成分，可能就是你和健康老去之间唯一缺少的桥梁。锌这个小到肉眼看不见的元素，却可能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营养伙伴。所以从今天开始，给自己加点锌吧，不为别的，就为了60岁的时候，你还能站在镜子前面对自己说一句：嘿，你看起来真不错。